志儿，此事既不是乔你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不是亲兄弟，不可徇私包庇。哎，那个，哎，赵夫人，赵夫人晕倒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晕倒了。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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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母。陈十一，这里的人都不许走。是。祖母。祖母。祖母，您的身体当真没事儿？世元呢？我已将他和乔氏分别看管了起来。祖母，你为何怀疑此事是表兄所为？钟离，我不敢读。我明白，祖母心疼外孙，但我也心疼表兄。就算此事是表兄所为，我也定能护他周全。您放心。有件事，我须得告诉你了。你可知道我们是如何与边州结怨的吗？我的女儿，你姑姑青云，外界传说是她和家奴生下了世元，其实不然，她是为边州陈滂所害。陈滂？对，你姑姑青云刚刚及笄，就被边州陈滂掳走。3年后，你祖父夺回了她，可是她已经怀上了世元。您是说，表兄是陈滂之子？对，青云生下世元后，郁郁而终。陈滂因为一己之欲，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报仇。可是世元毕竟是青云的骨血，我思考再三，决定对外谎称他父亲入赘后死了，所以我把他养大。那表兄可知道此事？我一直刻意隐瞒，可是这次世元回来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世元负责掌管仓库，倘若在众家将面前果真查到了世元头上，那可是死罪呀！即便他做错了事，也不能丢了性命。钟离，此事务必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哪，快！你们都不出声音了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抓到谁的话，就要陪我共度良宵。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今日抓到的是你，但是我不会浪费时间与你共度良宵的。这祖母为了你都晕倒了，你也不知道派人去看望一下，问候一声。祖母身体怎么样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她就是做做样子，你不要诓我。那你应该知道祖母的良苦用心。可你呢，不想着自证清白，还和九娘在她厮混。良苦用心。祖母不肯查验脉种，是怀疑我吧？你呢？派重兵把守，也是怀疑我吧？我要是真的想要看守你，怎会允许你在这儿找九娘寻欢作乐？
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全你。保全我？哦，连你也相信是我做的？你们宁可相信那乔家人，也不肯相信我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到底怎么惹仲林不快了？你是否有去意？想回汴州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你果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我拿你当亲兄弟。亲兄弟又如何？我是陈胖之子，汴州血脉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表兄。你不担心我图你家主之威吗？去吧，麦种之事就是我做的，你们也不会信任我，以后也会对我有所提防。这都是你的无端猜测。那乔家女呢？你为何要监管着她的书信？今日称重，24担麦种，重量总计21担。入库前24担，重量不一致。看来真不是乔家干的，这不就说明麦种是在逾矩，被动了守将。如此，此事为使君负责呀。主公难道要大义灭亲？主公公允无欺，宁敢牺牲手足，也会查明真相的。诸位说的没错。这麦种入库出库重量不一，肯定是守粮库之人难辞其咎。我看尽快发落魏延，以平民心。对啊，说的是。侄儿，莫非你想徇私？乔氏清白，但我相信表兄也是无辜的。此事疑点重重。还需继续彻查，但查明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豫郡。这话大礼貌啊！难道是另有其人谋划？不管怎样，谁也离不开豫郡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这乔氏还真是被冤枉的呀！你说什么？魏侯当真要彻查此事？阿姐，请宽心，郑叔那边呢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此无对证的事儿，查不到您头上。郑楚玉呀，郑楚玉，你为何自作主张？你这不是要害死姨母吗？夫人，人找着没有啊？找着了，快让他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人虽是找着了，但是已经问不出话来了。啊？就说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死了？这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听说是洗衣服的时候掉河里淹死的。不可能，楚玉他水性很好，不可能被淹死的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死他，谁害死了他？啊！你必须得长点记性，如果你再继续胡作非为，总有一天会害死身边亲近之人。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莫非是我害死了他？都怪我呀！
是我害。夫人，不可以这样说。郑楚玉，不管是自己淹死的也好，还是被人害死的也好，现在事已至此，咱们以后可要小心行事了。再说了，楚玉一死，现在就死无对证，南军也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呀。我以前只知道你是蠢笨了一些，可是没想到你有一副蛇蝎心肠。婆母息怒，婆母，您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儿媳的确听信郑叔所言，将麦种调包。可是郑叔卖种之事，儿媳真的是全然不知啊。郑叔卖种的事，不是你干的，因为你想不出这么聪明的办法。你这个榆木脑袋，就是学人家坏，都学不到点子上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去祠堂罚跪反省，抄经拜遍，以儆效尤。夫人，夫人。钟离，我现在虽为边州女君，但有些事从未遗忘半分。幼时，我曾觊觎你家，双方议亲，选中人的兄长。可惜，是我没这个福分驾驭他。如今每每忆起故人，只能以玉佩寄托相思。这边州路途遥远，还是早些上路吧。为侯保重。保重。南君，玉楼夫人唱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？是《诗经》里的玩兰，讲的是儿时的玩伴，如今装模作样、不可相认的故事。阿姐，别再悲伤了。怎么会呢？只消几日，便可以回去做我的玉楼夫人，何悲之有？况且，此行虽未成事，但你我也全身而退，应当高兴才对。玉楼夫人，请留步。望玉楼夫人，日后不要再来于郡了。为何？你与魏家虽有情缘，但也经不起搓磨。如今你贵为边州女君，又与魏家的立场相悖。虽然不知你此行有何目的，祖母嘴上虽不说，心中未必欢喜。我不忍心看到他老人家再想起不开心事，所以也就不便再相见了。世元兄，还真把自己当魏家的人了。多谢世元兄关心。世元兄还是多想想，自己留在魏家能否自得吧。南君，可还是在为表兄的事情忧心。
这件事儿，表兄伤得最深。而且今日我见过祖母，她也十分想念表兄。边州陈滂，定是要和表兄相认的。只是魏家如果再不跟表兄说实话的话，表兄可能就要走了。的确如此。我几次去找他，他都避而不见。我又不想强人所难。南君，我和表兄在魏家的处境相似，且愿意替南君劝说表兄。南君若是信任的话，不如这件事交给妾去解决。这码是什么？啊，南君既然已经决定休娶，我略懂水利，想要为南君分忧。水陆选线关乎人力财力，所以至关重要。最近我翻阅了些资料，做了些批注，希望能帮到南君。来，说给我听听。南君，你看这3座山，这是荣郡北部的地势。我翻阅了许多资料，发现它比新都的地势高出去许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这儿往这儿修的话，那务必会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。但是过来本来就看不见，哎，那你说这2侧是什么？啊，2侧是谷，说明有山。如果贸然通去的话，会引起灾害。但如果顺着山谷修去，祖母寿宴之后，每日心事重重，表兄又对南君避而不见，妾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出此下策前来叨扰。我本以为在魏家，你我的处境一样，没想到是我高估我自己了。你是自己人，我是外人。是家人还是外人，只靠血脉做定论吗？连你都知道了。妾初来于郡的时候，没有人认我这个魏国女君，大家只觉得我是仇敌的子孙，妾心里亦多有忐忑。可如今我却受到了南君的信任，祖母的疼爱。表兄觉得是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魏家妇，只要你承认自己不是乔家女，仲宁和外祖母他们不会刁难你。表兄又错了。若是我背弃了自己乔家的身份，南君不但不会善待我，还会瞧不起我。妾是魏国女君，自然不会做对魏国不好的事。可是我生于燕州，永远都不会背弃自己的故乡。我为燕州百姓谋算之心，从来不会避讳南君。我们夫妻2人如此坦诚相待，方能得到彼此的信任。话说得真漂亮。只有我把自己当成了魏家人，南君才能把我当成是自家人。表兄亦是如此。我把自己当成是魏家人，
也是被家人把我当成是弃子。表兄觉得自己是弃子，无人关心，可祖母却因为这样一个弃子病倒了。祖母的身子一向很好的。祖母听闻南郡要重查案子，害怕发落表兄，一时起火红心晕倒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有瞧过示意吗？表兄不用担心，并无大碍，只是祖母一直卧床不起，且斗胆猜测，祖母不愿意告诉表兄，并不是害怕麻烦，而是害怕他最心爱的外孙与他祖孙离心，不愿意去看望他。外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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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元，外祖母，您病好了？我几时病了？乔氏跟我说你，我明白了。外祖母无事便好，我先行告辞。世元，你是不愿意再见外祖母了吗？孙儿不小，朝着外祖母忧虑，您骂我吧，罚我吧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此事不怪你，你快起来吧。怪我，怪我一时鬼迷心窍，竟然想做出对不起魏家的事。你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世的？出门游历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找到我，他说他是陈邦的下属，便告诉了我的身世。世元，你虽然知道了你的身世，但是你未必知道事情的全貌。你母亲青云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爱她，若掌上明珠。可是她被陈胖掳去强占，3年后归来，腹中已经孕育了你。生完你之后，她就撒手人寰。您说什么？掳去强占？你小的时候，我将此事紧紧相瞒。到了14、15岁的时候，我们跟边州又结下了心肚之仇。那时，你起誓要讨伐边州，我要是告诉你真相，你又该如何自处？我一直劝仲林放下乔家仇恨，可是在我心里，始终放不下对陈胖的仇恨。我也不该误教了你，让你误认为自己是魏国人。及至今日之事，全是我的错。外祖母，您真的不把我当孙儿看待吗？虽然往日来，您把我跟仲林一视同仁，
甚至有的时候您待我比他还要好，更加偏爱于我。但是为何每次一涉及到兵权之事，您都不让我参与？因为在你的身上，始终流淌着陈氏的血脉。好，世元，自从你外祖父去世，我一个人独自挑起魏家门庭，我不可能对你全然信任。再加上陈滂想你去边州父子相认，如果边州易主，你便是边州少主。既然话已说开，你就做个选择吧。如果你想留在我的身边，今后你还是我的孙儿，我会一如既往的疼爱你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对你委以重任。假如你想去边州，我绝对不会强留。那你就在这里给我磕3个头，就当是回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养育。然后你就走出家门，不要再回来。别劝。海苏妈，这3个响头是感激您对我的养育之恩。我也知道您是挂念我，所以才乱了心智，迟迟没有告诉我的身世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魏家忙，原来我舍不得你。南君这下放心了吧？还是你军足智多谋。既然南君夸我了，那我就好人做到底，再帮南君做一件事吧。什么事儿？夫人，你来干什么？嗯，你，哎呀，来看我热闹呢？
夜里寒冷，祠堂阴凉，我给婆母煮了些羹汤。拿走你的羹汤，莫在我面前装好人。要不是因为你啊，这婆母能责罚于我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婆母，倒是婆母想拿卖种一事拿捏我吧。你现在虽然已经是我们魏家的人了，可我就是不喜欢你。我在魏家这些年，这婆母瞧不上我也就罢了，现在连你也欺负我。我嫁进来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如今我在这个家的地位，连个仇人都不如。我从来不求婆母要喜欢我，我只希望南君能日日宽心。相信婆母也是一样的。此次因为卖种一事，他在我和表兄之间备受煎熬。我不希望他有一日要在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。这卖种一事，是我不好。仲林自那时起就没来看过我，他一定是还在怪我。南君确实因为卖种一事动了怒，但蒸熟卖种，绝非婆母所为。婆母之所以认罪，是因为心疼南君。可见婆母对南君的情谊和之前大不相同。南君也是心疼婆母的，只是他不善言辞，所以特地让儿媳前来看望婆母。真的啊，仲林真是这么想的。仲林不怪我，可是婆母也一定会怪罪于我。这次的责罚比往日的都重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抄完呢。婆母宽心，此次的责罚和往日不同，这次是跪给外人看的。只要婆母跪完，和祖母就是一家人了。